上期 iPhone 15年发展历程上线1个多月的数据还可以，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那么接下来会做其他产品的发展历程，就是制作时间比较长。那么这期就给到 iPad 12年发展历程。其实在此之前，苹果就有准备在之前的牛顿系列开发掌上电脑，可由于种种原因，牛顿系列也不了了之。直到 iPhone 的成功，似乎才让苹果放心的将 iPad 发布。iPad 这个同样是被苹果开辟出来的数码产品，其实 iPad 才是一开始苹果内部最先研发的产品，但是在 iPhone 这个更高级别的研发项目面前，它也只能被搁置。于是这个所谓的放大版 iPhone在2010年4月3日才正式发布。初代 iPad 的外观其实并不算特别惊艳，无疑是屏幕比 iPhone 大得多，看电影要舒服不少，续航也要好上不少，配置也还比晚些时候发布的 iPhone 4要差不少。顺便一提，其实苹果在老早的时候就开始玩刀法了。A4 芯片有2个版本，一个是800兆赫兹的版本，用于 iPhone 4和 Apple Touch 4，而另一个1G 赫兹版本只用于 iPad 1。而在运行内存上 ，iPad Touch 4和 iPad 1只有256MB， 使得这2款设备的系统寿命较短，而 iPhone 4则为512MB， 使其可以顺利升级至 iOS 7。但就是大这个属性，使得 iPad 上市便大受欢迎，最初的80天里就销售了300万台，直到 iPad 2推出时，一代就卖出了超过1500万台。这对于一个新开辟的系列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功。随着一代的成功，2011年3月2日，2代应运而生。iPad 2也是一代经典，整体外观设计看起来要轻薄不少，还有我最喜欢的磁吸保护套 Smart Cover， 终于加入了前置后置摄像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一代升级。从 iOS 4到 iOS 9的长寿命，当然这也归功于整体配置的提升，双核1G 赫兹的 A5 处理器， 512MB 的 RAM，实际的销量也确实不错，首月便售出了260万台，这也是我认为的最经典的 iPad 之一。2012年3月7日 iPad 3发布，其实这应该叫 The New iPad， 因为整体配置又是一个上升， 2K 分辨率的 Retina 屏幕， A5X 处理器， 1GB 的 RAM， 500万的后置摄像头，以及延续上代的外观设计。既然被苹果称为 The New iPad， 这应该是苹果当时最满意的产品。可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意，先不说 2K 屏幕对于 A5X 还是较难带动的，因为 A5X 的 CPU 部分跟 A5 基本一致，只是在 GPU 方面规格翻倍，但即使这样，带动一块 2K 屏幕也是较为艰难的。而且规格的提升随之而来的是功耗的上升，要保持原来的续航水平就得增大电池容量，整机就更重了。但不得不说，这是 iPad 不如 2K 时代的畸形。随后的 iPad 即使是目前也没有不如 4K， 我更加期待苹果什么时候可以将分辨率提升至 4K 了。及系统更新也是跟 iPad 一样，在 iOS 9.3.6 就停止更新了。2012年10月23日 iPad 4发布，相比于 iPad 3就是例行升级，性能更强的 A6X， 这也是 A 系列的最后一款32位处理器，充电接口从30 pin 升级到了 Lightning，前置摄像头升级为120万像素，这一代的 iPad 使用体验就好了一些了。处理器的性能进一步提升，为使用体验打下坚实基础。同期也发布了 iPad mini 这款小平板，其硬件规格与 iPad 2相当，但制程更加先进，采用后置500万的后置摄像头和120万的前置摄像头，也采用了 Lightning 充电接口。mini 的出现给了小屏爱好者一个选择，其配置虽然并不一定是最好的，但好在它小，可以轻松使用，没有什么负担。2013年10月22日，一代经典的 iPad Air 和 Mini R 发布。这次的设计与之前有着很大的变化，首先是更加轻薄了，7.5毫米的厚度，大幅减轻的重量，都不愧为 Air 的名号。但是其性能其实并不弱，采用了 A7 处理器，其性能再进一步，带动 2K 屏幕也是不在话下的。正面则是采用了窄边框设计，屏占比更高了。而另一款产品 iPad mini 2
则是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小身材塞下了与 Air 几乎相同的配置，真可谓是大升级。A7 芯片 2K Retina 屏幕，在2013年这样的配置真可以称得上是小钢炮了。2014年10月16日 iPad Air 2发布，也是一代经典，这是目前最长寿的 iPad， 而这么长的寿命也归功于它的配置。A8X 处理器，2GB 的运行内存， Touch ID 的加入，以及800万的后置摄像头， X 后缀的 A 系列处理器强势回归，对比上一代性能大幅提升，是它夺得当年最强平板的底气。它就像 iPhone 6s 一样，虽然外观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在配置方面的提升是它能够长时间服役的底气。而同期发布的 iPad mini 3却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配置与 mini 2基本相同，明显可见的升级可能就只有 Touch ID 的加入了。2015年9月9日 iPad Pro 发布，这款 12.9 寸的超大号 iPad 上线便引发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其大尺寸，还有其当时的顶级配置， A9X 处理器， 4GB 的 RAM， 4扬声器，再加上随即发布的各种配件 Apple Pencil、Smart Keyboard 等，使其 Pro 的地位再次被强调。 Pro 系列的发布表明了苹果想通过硬件为基础，配件为辅，让 iPad 进入生产力领域的尝试，而事实证明苹果这一步走对了， Pro 系列确实可以在部分细分领域做得更好更快捷。同期还发布了 iPad mini 4，采用了 A8 处理器， 2GB 的 RAM， 升级为800万的后置摄像头，总的来看也是个小幅度更新。而在2016年3月21日还发布了 iPad Pro 9.7 寸，采用了降频版 A9X， 2GB 的 RAM， 而后摄则是升级为1200万像素，前摄升级为500万像素，屏幕支持 P3 广色域显示。两款机型配置方面都各有取舍，一个强于性能，一个强于体验。至此 iPad Pro 锁定了一大一小的机型发布。2017年3月21日第5代 iPad 发布，这是继 iPad 4的一次常规更新， iPad 数字系列的定位也有所改变，成为了入门 iPad 的选择。采用 A9 处理器， 2GB 的 RAM， 其他的配置跟 Air 2并无大异。当然既然是入门款，屏幕也并非采用全贴合技术，显示效果与高阶的 iPad 相比也要稍逊一筹，但一想到这个价格，也许还可以接受。2017年6月5日 iPad Pro 第2代发布，这次同时发布了 12.9 寸以及 10.5 寸两款机型，配置几乎相同， A10X 处理器， 4GB 的 RAM， 屏幕支持 ProMotion 技术， P3 广色域，原彩显示，1200万的后置摄像头以及4扬声器。这次的 Pro 着重强调了其在生产力方面的表现， A10X 性能相比于上一代又是大幅度提升，紧急 4K 视频不在话下，最高120赫兹的屏幕刷新率，使用体验又是一大提升，这也是我认为的目前性价比较高的 iPad 之一。2018年3月27日 iPad 第6代发布，作为上一代的常规升级，升级到了 A10 处理器，并且支持 Apple Pencil， 这对于学生用户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2018年10月30日 iPad Pro 第3代发布，这次的 Pro 采用了全新的设计，4边等宽的全面屏设计，且配备 Face ID， 支持横竖屏解锁，方正的外观设计向 iPhone 5的设计靠拢，接口也从 Lightning 升级为 USB-C， A12X 处理器及性能放到现在来说可以保持4年不掉队，以及 4GB 的 RAM， 1TB 为 6GB 的 RAM， 后置1200万像素的摄像头，支持 4K 60帧的视频录制，配件也是随之升级，全新设计的 Apple Pencil 2代以及新的 Smart Keyboard， 此次的设计奠定了未来几年 iPad Pro 的外观设计方向。2019年3月18日 iPad Air 3和 Mini 5发布，这两个系列终于是迎来了更新，两款都采用了 A12 处理器， 3GB 的 RAM。 外观设计方面 Air 3只是采用了 10.5 寸的 iPad Pro 外形， Mini 5则是没有什么变化，两款设备均支持 Apple Pencil， Air 3也支持之前发布的 Smart Keyboard。 总的来说，这次的两款机型为常规升级，但是 Mini 5的配置也是可以说明苹果对 iPad mini 系列的关注度有所增加。2019年9月25日 iPad 第7代发布，这次的 iPad 在外观上有所变化，也用了 iPad Pro 10.5 的外观设计，处理器依然采用了 A10 处理器，但是 RAM 提升至 3GB， 也是常规小升级。2020年3月18日 iPad Pro 第4代发布，这次的升级主要在于后摄规格，双1200万像素广角加超广角，以及 LiDAR 激光雷达，
A12Z 处理器相比于 A12X 的性能有所提升，全规格6GB 的 RAM 配件也有所升级。新一代的 Magic Keyboard 支持背光键盘和触控板。在此之前，苹果早在2019年6月4日推出了 iPadOS 13，正式将 iPhone 系统与 iPad 系统分开。这也说明苹果想要将 iPad 的优势通过特有的系统发挥出来。在此之前，不少用户想要让 iPad 有桌面模式，而在13之前都是 iOS 系统，使用起来就是个单纯的大屏设备，并不灵活。而这次新一代的 Magic Keyboard 支持背光键盘和触控板，也表现出苹果有意在 iPadOS 上做桌面模式的尝试。2020年9月15日 iPad 第8代发布，同样作为例行升级的机型，处理器升级为 A12， 其他方面则没有什么较大的提升。而在第二天 iPad Air 4发布， Air 系列终于迎来了全面屏的外观设计，其多彩配色更显活力。但是相比于 Pro 系列少了 Face ID， 而是在电源键集成了 Touch ID 指纹识别。处理器则采用了 A14 芯片，充电口也是升级到了 USB-C， 也是支持 Apple Pencil 2代。摄像头升级至后置1200万和前置700万的规格。2021年4月21日 iPad Pro 第5代发布，这次的 Pro 系列性能有着极大的提升，因为苹果在 M1 芯片下放至 iPad 产品中，桌面级的处理器如今在移动产品中无疑是降维打击，最高至 16GB 的 RAM， 接口也升级至雷电接口， 12.9 寸采用 Mini LED 屏幕，显示效果大幅度提升。前置摄像头升级至1200万，支持 Center Stage。总的来说，这一代的 Pro 可谓是苹果在推出 Apple Silicon 处理器后首次搭载至移动平台的秀肌肉时刻。对于未来的 M3 搭载在 iPad 平台上，更是未来可期。2021年9月14日 iPad Mini 6发布， Mini 系列终于也迎来了全面屏设计，跟 Air 4一致的设计语言，电源键同样集成了 Touch ID， 处理器则是采用了降频版的 A15 芯片， 4GB 的 RAM， 充电接口也终于改为了 USB-C， 前后双摄均升级至1200万像素，当然也支持 Apple Pencil 2代。但是这代的 Mini 有着比较出名的果冻屏事件，即因 LCD 是逐行扫描，屏幕顶部跟底部的像素之间的刷新时间并不完全同步，而是有所延迟所带来的观感不适。同期也发布了 iPad 第9代，依然是例行升级，处理器升级为 A13， 4GB 的 RAM， 前置摄像头只是升级为1200万像素，支持人物居中。2022年3月8日 iPad Air 5发布，这次的 Air 同样是例行升级，就是搭载的处理器竟然也是 M1， 属于意料之外，没有搭载 A 系列处理器了。看来 Air 系列的优先级起到了仅次于 Pro 的位置了。全系列 8GB 的 RAM， 前置摄像头升级至1200万像素，同样支持人物居中功能。iPad 一个发展了12年的产品，从乔老爷子口中的那个可以捧在手中的娱乐中心，延伸出可以单手掌握的 Mini， 后来发展成性能强劲可以帮上忙的 Pro， 到现在的各个领域精确发光，很大程度上归功于 A 系列以及 M 系列的成功。因为有了硬件的基础以及产量的保证，才得以让这些处理器不仅用在 iPhone 上，还可以用在平价的 iPad 上，而在 Mac 上的处理器也可以用在 iPad Pro 上发光发热。不仅是处理器，还有显示器的大力发展、扬声器的堆料，以及后来不断完善的系统，都让 iPad 在完成各项任务时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因为 A5X 的 CPU 部分跟 A5 基本一致，因为 A5X 的 CPU 部分基本全规格，也表现出苹果有意在 iPadOS 上做桌面